高考时，我和我妹同一个考场，我故意比她晚几分钟出来。我爸看见我，一把推开我妹，笑逐颜开朝我走来。好闺女，辛苦了，考得怎么样？清北没问题吧？我朝我妹和我后妈看去，他们两张脸都绿了。我家有矿，我爸是矿主，矿主5大3粗，没太多文化，有很多女人。我妈是原配，在位期间，我爸外面排得上号的有3个，都给置办了产业、茶楼、杂货铺什么的，排不上号的无数。我妈睁只眼闭只眼，说男人都那样，只要拿钱回家就行。直到我爸一个小老婆，先后生下一女一儿，腰杆硬了，把挑衅我妈当日常。半夜给我妈打电话，说我爸在她那儿，讽刺我妈生不出儿子，说秦家产业迟早是他儿子的。到后来很多个晚上，小老婆直接送上门来，我爸是真渣，不但没把对方赶走，还说我妈小气，没点正房风度。我爸搂着小老婆去客房睡，我妈在卧室恨得咬牙切齿，小声骂着狐狸精，给我戴上耳塞。在我印象中，我妈是委曲求全的，她的所有争斗，在我爸的绝对偏爱下不堪一击。他们离婚时，我刚读小学2年级，我妈这个没在外面上过1天班，一向看重家庭财政大权的女人，离婚那天硬气的没要我爸1分钱。我爸前脚和我妈离了，后脚就和那个女人结婚了。我记得那女人把我和我妈的东西从家里丢出来，七零八落的散在街上。她的2个孩子，女儿比我小半岁，儿子比我小2岁，当真是年幼无知，在我和我妈的衣服上蹦来跳去，朝我们吐口水，说我们活该。我妈带着我默默把衣服捡起来，装进编织袋，再租了套房子。她沉默了3天，睡了3天，没掉一滴眼泪。之后找了份卖鞋的工作，说从此不依靠男人，说要活出人样。那女人叫张红，她喜欢到我妈店里，颐指气使的叫我妈拿鞋子给她试，喜欢我妈半跪在地上给她穿鞋。我妈这个曾经的原配，为了赚钱养家，咬着牙给小三服务至上，这事儿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我妈每次接待了张红，回家后都会发脾气，摔门摔东西，会怨我为什么不是男孩子。如果是男孩子，我爸就不会抛弃他了。他把希望重重地砸在我身上，莹儿，你一定要好好读书，好好画画。男人是靠不住的，能靠的只有自己。一定要把张红的崽比下去，要给你妈争气。你知不知道供你画画要花多少钱？你妈连尊严都豁出去了，跪在地上给那个狐狸精穿鞋。你要再画不出名堂，我这么牺牲有什么用？怎么才考了98？期末考不到3科100，别叫我妈。好好画，一定要拿到全市第一，要给妈争光。我不是天赋型选手，更不是天生学霸，我压力很大。我所有的成绩都来源于比其他人刻苦很多倍，反复刷题，反复画。别人玩耍的时候，别人睡觉的时候，别人撒娇的时候，我从小就知道，我妈对我的爱不是无条件的，我得比周围所有人更优秀。我是我妈炫耀的资本。她半跪着给张红试鞋时，会语气金贵，假装平常心。你女最近怎么样？学习不吃力吧？我女又考了年级第1。哎，你回去告诉你女，遇到不懂的题可以问我女，都一个年级，又是姐妹，我女肯定会不吝赐教。我妈文化不高，不吝赐教这样的词语还是她专门翻书找的，说又缓又重。那天回家后，我妈大笑3声，奖励我一个大鸡腿，说张红脸都气绿了。我很开心，终于让我妈扳回一局。扳回一局有什么用？卡在我们脖子上的是钱。小学6年，我们搬了3次家，从自建别墅到2居室，到1居室，再到更差的1居室。现实是个巨大的巴掌。我妈高估了自己的能力，离婚时的硬气很快化为一杯苦水。她做营业员的薪水提成根本不足以让她活出人样，吃穿住行要钱，教辅杂费要钱，生病住院要钱，逢年过节孝敬老人要钱，学画更是个无底洞。过度劳累和贫穷带来的焦灼，让我妈的脾气越来越坏。她的眉毛永远拧着，眉间的川字越来越深。她动不动就摔洗碗帕或塑料杯子，说我费钱。我在家里大气不敢出，好几次给我妈说我不想学画了，她就骂我，说我没出息，说一旦放弃，前面花的钱就打水漂了。我咬牙坚持着，我想逃，我不知道这样人生什么时候才是尽头，不知道她为什么非要打肿脸充胖子，为什么他们失败的婚姻要让我承担。直到小学5年级，我妈得了急性阑尾炎，要做手术，在医院跑上跑下交钱取药的是我，签手术同意书的人也是我。我们家是真穷，穷到我妈专门问医生能不能不打麻药，医生说不能。我偷偷去找我爸，我爸正在牌桌上，一间屋子有男有女，烟雾缭绕。爸，我妈病了，阑尾炎要做手术，叫她好好养着。我爸抽着烟，随手从桌面抓了一把钱递给我，你给他请个护工。我估摸着我爸给的钱在3000左右，足够解燃眉之急，还有剩。我嗯了一声，谢谢爸。这时其他人开口了，老秦啊，这是你大女吧？秦莹，你这个女儿可不得了，成绩年年全年级第1，比我家兔崽子强多了。我爸露出略吃惊的表情。有人继续，可不是，干啥啥第1。
画画也是省一等奖，是3好呢。你这是祖坟冒青烟了。我爸应该是第一次听到这些，我妈之前在张红面前嘚瑟的，没一句传到我爸耳里。我爸这才转过身，正眼看我，这么厉害，我没吭声，只点了点头。我爸哈哈大笑，对那一屋子男男女女炫耀我的基因优秀。低调，我忍不住看了一眼我爸脖子上的大金链子，觉得他对低调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学画画很花钱，我早就不想学了。我小声说，我妈很辛苦，累病的。我爸再次哈哈大笑，打开牌桌子抽屉，抽一沓钱放到我手里。闺女乖，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，以后学画的钱爸出，生活费也爸出。你妈就是太倔，不肯要你爸的钱。她上上下下打量我，许是被我不上档次的衣服裤子刺激到了。再次打开抽屉，抽一沓钱放到我手上，去商场买点好衣服。我秦百万的女儿就该打扮得漂漂亮亮。我捧着2万多块钱，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成绩好、优秀是可以换成钱的。我先去医院交了住院费，我妈还在睡，再去超市买了个保温桶、半只鸡、1斤小蘑菇，回到家炖在炉子上，然后淘米煮饭，温习功课。等鸡炖熟后，我把饭菜分格装好，坐公交车到医院。我妈是个极敏锐的人，从我进病房到我把保温桶放在她面前打开，我妈5连问：你买保温桶做什么？钱没处使了吗？炖的什么鸡？你有什么资格买鸡？我连麻药都舍不得打，你居然买鸡？你知不知道赚钱有多难？我沉默，我不是善于撒谎的人，更不善于骗我妈。我怀里揣着2万多块钱，挣扎在说与不说之间。我妈见我这样，语气不善，脸上尽是狐疑。你是不是找你爸去了？你问他要钱了啊？最后这一句，他的声音因气愤而变形。他盯着我，如一头母兽，我不敢看他的眼睛，只低着头舀一勺汤，吹了吹，递到他嘴边，硬着头皮说：妈，您刚做了手术，需要补身体。我们家本来就……我的话没说完，我妈扬手，啪的打掉勺子，汤洒在小桌子和床单上。我说了多少次，我就算是穷死、累死、饿死，也不会要你爸1分钱。我妈胸口剧烈起伏，她紧紧握着拳头，竭力控制着摔保温桶的冲动。我看见她额头密出细密一层汗。我坐在床沿，深呼吸，定定地看着她。妈，我知道你有骨气，你想证明你不需要依靠男人，你已经做到了。你把我养这么大，这么优秀，甩勤学几条街。但是妈，你也别忘了，法律规定，父母双方都有养育孩子的义务。你和我爸生了我，他就应该养我，凭什么让你一个人养？累死累活供我吃供我穿供我上学，还要供我读兴趣班，而他就轻松快活，搂着小老婆，打着大麻将，养着其他人的孩子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就算你累死了，把我拉扯大，等到他老了，我同样有赡养他的义务。你想让他白白捡这个便宜？我妈沉默了，她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从她离婚至今，争的不过是一口气。病房里的人纷纷劝她，举例无数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核心思想就一个，不要便宜那个渣男。我见他有所动容，捡起勺子，洗干净递给他。人啊，有的时候一旦从死胡同钻出来，就豁然开朗了。我妈最缺的是钱，我爸最不缺的也是钱。2万之后，我妈的焦灼好了大半。在她看来，最坏的情况不过向我爸伸手。张红再到店里找我妈买鞋子，我妈不再委屈自己。张红看上什么鞋，她都给拿，只是半跪着穿鞋这种事，对不起，老娘不干了。你这什么态度？谁家营业员不给穿鞋的？你信不信我叫老板炒了你？张红拍着凳子叫嚣：张女士，你已经试了25双鞋了，我现在严重怀疑你买不起。我妈靠着鞋架，一副你爱买不买的样子。张红作为金主，被营业员们吹捧惯了，哪受得了这种嫌弃？大手朝地上一挥，刚试过的全部给我包起来。我妈笑着说：多谢惠顾，拿着计算器飞快算账结账，25双可以打75折，需要吗？什么意思？怕打折有损你富婆形象，说出去别人还以为你为了捡便宜才买这么多。张红的表情一瞬扭曲了。我妈给我讲这件事的时候，乐得哈哈大笑。我很久没见她这样笑过了。我问她最后打折了吗？我妈说打了，不爽是不爽，她又不傻，不傻吗？我看未必，如果不傻，就不会逼着她女儿学画画，妄图超越我了。我从幼儿园开始学，秦雪从5年级开始学，基础本不可同日而语。何况我爱画画，勤奋源于兴趣，更源于生存。而秦雪从拿起画笔，满满都是叛逆。张红把女儿送到这个领域，基本就是送来让我打脸的。同一场绘画比赛，我轻轻松松杀入省赛，她连机构选拔都过不了，更何况学习成绩这个东西。小学阶段1、2年级不分上下，3、4年级2级分化，5、6年级天上地下，成绩好与成绩差隔着鸿沟。秦雪身上压着学校成绩和画画2座大山，若不是她趁着课间操或午休时间，把我的书包从4楼扔下，往我水杯里吐口水，偷走我复习资料，以及花钱找同学打我，我每次看着她怨恨地看着我，几乎快同情起她了。
身为姐姐，不能眼睁睁看着妹妹误入歧途。我把她的种种行径告诉老师，希望老师能帮助她。老师祭出法宝，1次、2次、3次请家长。我爸死要面子的人，从来没去过，每次都张红到学校挨骂。有一次，我抱卷子去语文办公室，正好张红在，我保证绝对没有下一次，我会好好教育秦雪。是，道德比成绩更重要。我低头勾唇，道德，一个知3做3的人，说什么道德？我余光看见张红恨恨地看着我，我放下卷子，假装不认识他，转身走了出去。这一刻，我很清楚，成绩好才能出人头地，足够优秀，才能在有限的环境里为所欲为。至于秦佑，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，他比秦雪还惨。自从我爸知道我年级第一后，每次听说学校开家长会，就会专门打扮一番，开着他的大奔，金项链擦得锃亮。他站在我们班教室后面，昂着头，挺着肚子，双手交叉在后腰，笑得跟弥勒佛似的。我妈笔直地坐在我的位置上，矜持地骄傲着。苦了张红，一个人给2个娃开家长会，楼上楼下两边跑，偏偏2个成绩都不咋地，都是要留下来单独交流的存在。我妈每次开了家长会，都特扬盘，你爸今天可得意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学霸爹。那狐狸精家长会后揪着他宰的耳朵，骂他宰不争气。你爸从他们身边过，假装没看见似的。哼，生个儿子又怎么样？还不如我生个女。莹莹啊，你可要争气，以后考个好大学，让你爸后悔去。我爸会不会后悔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我妈在意那一家子，她在争男人上输给张红，于是竭力在养育子女上胜过张红。张红怎肯示弱？秦又是我爸的命根子，未来矿业的继承人，也是他荣华富贵的依傍。他逼着他学奥数，据说是培养未来的企业家。然而奥数是什么？是让牛娃开拓思维，越学越自信，越学脑子越灵光，而普娃却学起来吃力，越学越怀疑自己的存在。他成功把我爸的命根子搞得厌学了。这里容我不厚道的大笑3声，哈哈哈。之后几年，秦雪和秦佑一路吊车尾，好在我爸有钱，一路高价让他们进最好的学校，请当地名师单独给他们辅导，为他们保驾护航，磕磕绊绊到高中。秦雪模样好，会打扮，是校花级别的人物，无论走到哪儿都是男生众星捧月的存在。我无趣很多，除了读书就是画画，也曾有人给我写情书，我都顺手叠起来，回家后收进冰铁盒子。我不曾回复任何，但我记得有哪些人，也知道他们不久后会成为秦雪的好朋友。秦雪不光收割喜欢我的男生，也收割和我交好的朋友。她嘴甜、漂亮，还大方。那时的我只是17、18岁的少女，说完全不在意不可能。我能做到的是不断提醒自己，不重要。高中不能谈恋爱，人的精力有限，我不是天赋型选手，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事上。人的一生，身边朋友本就是大浪淘沙的过程，剩下来的才是金子。高中3年，我沉默，他耀眼。我经常有种错觉，他一生的花期都攒足了劲儿，在那时候开。高考那天，我和秦雪同考场，我爸和天下千千万万普通父母一样，站在考场外面等。我故意比秦雪晚几分钟出来，一眼看见我妈，朝我妈走去。再看不远处，我爸和那一家子站在一起，又是给秦雪擦汗，又是递水。我朝那边笑了笑，我爸看见我，一把推开秦雪，笑逐颜开地朝我走来。同款擦汗递水的动作，不同款的。我爸声如洪钟，好闺女，考得怎么样？清北没问题吧？爸给你办庆功宴。无数双眼睛看过来，带着不可言说。我默了默，我爸这炫耀的毛病。还有10多年了，我画画拿了多少奖，我爸连我想考哪里都不知道。爸，低调。我小声掐我爸胳膊，好好低调，听闺女的。我爸一张老脸笑得像一朵大花，声音小了许多。闺女，清北清北，你想好到底去哪家美？爸，你真当考清北像捡大白菜一样容易？我去美院。美院做什么的？我腮帮子紧了紧，好脾气地回答我爸的问题。余光看向秦雪他们，只见那边大小3张脸都是绿的。录取通知书拿到那天，我爸喝了很多酒，赖在我和我妈家里，手舞足蹈，大着舌头叨叨叨。我一个大老粗，居然生了个高材生女儿，骄傲啊！后来醉得厉害了，倒在沙发上睡着了，呼噜声长长短短，偶尔会戛然而止，仿佛一口气提不上来。我怕他出事，好几次探他鼻息。我妈不以为意，放心吧，这么多年都这样。3天后，我爸给我办庆功宴，他在当地最豪华的5星级酒店包下整整1层楼，从酒店门口到宴会厅，巨大的喷绘板，巨大的横幅，多到数不清的立牌与气球，随处可见的我的名字和高校名字，把1楼婚宴对比得暗淡无光。无论走到哪里，我都能听到小声议论。早上开车队过来的，全豪车，太有钱了。一个升学宴，恨不得全城都知道。秦百万的大女儿，长公主，之前扫地出门那个生的，后面那个生了2学渣。秦百万对这个女儿满意得很，搞不好原配要归位。这豪门啊，30年河东
30年河西，说不清楚。我默默听着归不归位的问题。我曾问过我妈，如果我爸反悔，想和你复婚，你怎么办？复屁！老娘又不是菜市场的菜，随便他想要就要，不想要就丢。老娘一个人生活的挺好，我很放心。不放心的是张红。这天，他做了这一生最蠢的一件事。就在我致完词，感谢完所有师长亲友的帮助后，他推开宴会厅的大门。他来了，他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来了，带着他花气正盛的女儿，既酷又帅的儿子，提着精致的小食盒，拼拼袅袅的来了。特别是秦雪，她穿着和我一模一样的裙子，扎着一模一样的丸子头。不同的是，我穿着小白鞋，戴着眼镜，普普通通学生妹，而她画着淡金色的眼妆，穿着小高跟，美得像个公主似的。我妈在看见他们那一瞬，脸色就不好了。我妈也是专门打扮过的，她提前很多天就开始保养脸，敷面膜什么的，衣服配饰也是选了又选，当天还专门去理发店做了头发，请人化了妆。可是常年劳作，油烟对皮肤头发的侵蚀，人心对生活的焦虑以及缺爱，内分泌不调，一点一滴都会累积在人的面貌上，与养尊处优有巨大差异。她踢馆来的吧？我妈踱不到我跟前，我能感觉到她的紧张，对方气场太大，她的身体有些许紧绷，偷偷拉了下我的手，指尖冰凉，电光石火间，我想起8岁那年，我和我妈的东西被人从家里扔出来，七零八落散在地上，想起我妈带着我如丧家之犬，把东西一件件收入编织袋，想起我妈为了钱半跪在地上给那个内人穿鞋，过往种种皆是噩梦，有念头猛地闯入脑海，原来不知不觉我已成了我妈的依靠。我一把挽住她的胳膊，嘴唇凑近她的耳朵，脱口而出：妈，别怕。宴会厅不知不觉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看着我们，有人拿出手机，摄像头对着我们，等待邝老板家的撕逼。张红母子被众人注视着，他们骄傲着，独孤求败般昂着下巴，拿出走红毯的气势，走到我们面前：恭喜你啊，周姐姐。张红满脸堆笑，她朝我看了看，目光复又落在我妈身上，生了这么个好女儿，可给你长脸，今儿这么大的好事，也不知道给我发个帖子，难不成还怕我抢了你的风头？这话说的特别最后一句，颇有87版《红楼梦》中王熙凤的风采，声音又清又亮，极富穿透力。我妈事先没准备，张了张嘴，正要分辨，张红话锋一转，声音身段已然婉转，朝我爸娇嗔：老秦，你也真是的，周姐姐不懂事，你也由着她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两口子感情不好呢。他把两口子3个字加重音，再炫耀地看过我妈一眼，摆明他才是正房。我妈咬着腮帮子朝我爸看去，张红这是典型的揣着明白装糊涂。今儿这庆功宴40多桌客人，我妈就请了2桌，其他都是我爸请的。我爸脸色也不是太好，他不愿让其他人看笑话，顺口和稀泥：好了，既然来了，就都坐下来吧。张红立即上前，大屁股一扭，挤走我妈，娇娇俏俏地挽着我爸的胳膊，身体力行的诠释什么叫小鸟依人。秦雪站在我旁边，用那种审视的目光上下打量我，小声嗤笑：就凭你也配和我穿一样，也不撒泡尿照照，长这么丑，穿什么都是山鸡，难怪喜欢你的男生最后都喜欢我了。巧了，话筒在我手上。更巧的是，秦雪说第一个字时，我不小心把话筒开关打开了，她的声音顺着音响传入每个参加宴会的人耳里。众人还没来得及哗然，我已经接口：脸呢？你妈没教过你喧宾夺主是没礼貌的事吗？掐着时间点进来，故意和答谢宴的主角穿一样，就是你的教养。今天在座的长辈基本是爸爸请的，你知道他为什么没通知你这个二女儿吗？我故意顿了下，笑着：因为他怕你自卑啊，学渣。后面2个字我说的格外轻，格外讽刺。高中3年，所有人都在努力学习，奔前程，只有你在不遗余力地学习如何搔首弄姿，如何抢男人。说话间，我内涵了张红一眼，满场宾客皆露出了然神色。当年张红的上位史在我们小城市可谓是热门八卦，张红纵然脸皮再厚，这一刻也有些绷不住。他小声喊秦雪的名字，示意秦雪不许说话，快坐下。秦雪忙走到我爸另一侧，和张红一左一右坐在我爸两侧。我爸皱眉，先是对秦雪：起开，这是你姐的位置；再对张红：你也起开，不知道今天主角是谁吗？两人悻悻然往旁边让了让。这事儿如果只到这里，一切还好，偏偏张红太贪，他不光想我和我妈丢面子，还想我们实打实的吃上一亏。他当着众人把带来的食盒推到我面前，说是亲手给我做的，庆祝我考上理想的大学，叫我和我妈尝尝，还说趁热，刚叫服务员用微波炉热过。我打开盒子，看见里面装着2个糕点，红色梅花形状，上面有玫瑰花瓣和蔓越莓，一点小心意。莹莹，快尝尝。张红用热切的目光看着我，乐呵呵地说：叫你妈也尝尝。张阿姨以前不懂事，多有得罪，你们可别往心里去。这2个小糕点，就当阿姨给你们赔罪了。这不黄鼠狼给鸡拜年吗？吃意味着从前的恩怨一笔勾销，不吃
显得不大度，是典型的道德绑架。我思索着，朝秦雪和秦佑看去，只见秦雪满脸期待，秦佑满脸奚落。我用消毒纸巾擦了手，拈起其中一块糕点，直接递到我爸嘴边，语气甜美：“爸爸，我能考上大学，您功不可没。这块糕点就当借花献佛了。”我爸乐陶陶的指着我朝众人炫耀：“我这个大女儿孝顺。”众人鼓掌。我爸张嘴一口咬下去，张红母子三人的表情简直大型翻车现场。同一时间，我闻到我爸口中传来的恶臭，他也意识到不对劲，眉头一皱，嘴巴一张，哇哇狂吐。服务员忙着递水，我爸一边漱口，拳头已砸在桌子上，再不顾宾客们会不会看笑话，朝张红怒吼：“你 TM 在里面包了什么？”装满茶水的杯子朝张红脑袋砸去，张红心虚不敢躲，闭着眼睛，咬着牙，硬生生接了我爸这一砸，茶水湿了他的脸、头发和衣襟。我爸不解气，一把抓起刚吐出来的东西，同样朝张红脸上砸去，然后是剩下的糕点，统统砸在张红脸上。张红依旧不敢躲，他依附于我爸，没有任何生存技能，最不敢得罪的就是我爸，只能硬生生全部受了。片刻间，他的脸上、身上一片狼藉，发出恶臭，周围人都在捂鼻，小声讨论：这味道该不会是屎吧？我爸比其他人闻得更清楚，不但有嗅觉体验，还有味觉体验，怎会没有判断？听众人一说，更觉里子面子都没了。他竭力控制打人的冲动，额头手背全是青筋，每个字都从牙缝中蹦出：“你 TM 活腻了，滚！老子不想看见你！”一个滚字如野兽咆哮而出。我坐在他旁边，耳骨魔震得生疼。我咬着牙没动，没装白莲花落井下石，只一只手搭在我妈手背，安抚似的压着她的手。秦雪和秦佑吓得浑身都在抖，筛糠似的。张红眼泪一滚就出来了：“老公，我知道错了。”他第一个开口，他也是豁得出去。众目睽睽下站起来，扑通给我爸跪下，跪行几步：“我真知道错了，秦哥，我一时糊涂，你原谅我。”他拉扯后面秦雪、秦佑的衣服，想让他们给说情。秦雪没辜负张红的期望，站起来：“爸，你原谅妈这一次吧，她也是急糊涂了，怕你只爱姐姐，不爱我们。”秦佑紧随其后，他比秦雪高，声音还格外洪亮：“对，包狗屎是姐的主意。”他嫉妒秦莹，想给他点教训，妈没过脑子就答应了。秦雪本就瑟瑟发抖，一听这话，小脸更是涨得通红，眼神慌乱，结结巴巴解释：“不是我没有，都是秦。”他的话没说完，秦佑高声打断：“怎么不是你？若不是为了给你出气，我们能揉面团玩狗屎？”说话间，他狠狠瞪了秦雪一眼，警告意味十足。秦雪居然真的沉默了。这一瞬，我的心情是复杂的。长久以来，我没有对秦佑投入过多关注，只当他是个小孩子，却没想到秦雪那么嚣张跋扈的人，居然会因为他一个眼神，吓得一句话不敢说。张红再次找到救命稻草，一把拉过秦佑，祈求我爸：“秦哥，看在儿子的份上，您原谅我，我知道错了，您怎么罚我都行，滚！”我爸脸上全是不耐，别以为生个儿子就了不起，想给老子生儿子的女人多的是。说话间，我爸不经意瞟向不远处一张桌子，那张桌子坐的全是女性，有两三个和张红差不多大，最年轻的比我大不了多少，有人挺着肚子，有人带着孩子。我朝我妈看去，我妈不动声色点头：“是了，都是我爸养在外面的，且越来越多。”爸，秦佑还想说什么？滚！我爸在拍桌子，狠狠瞪着他们：“都给老子滚！老子明天就和你妈离婚！”那三人离开了，他们来时骄傲如孔雀，去时狼狈如丧家之犬。好好个庆功宴，被张红母子闹得乌烟瘴气，我爸一口菜也吃不下。他黑着脸，大马金刀地坐着，胸口剧烈起伏。爸，我小声喊他，朝他身侧靠了靠：“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，我是真不知道。我虽猜过糕点有问题，却做梦都没想到里面包着狗屎。”我爸露出一言难尽的表情，下巴扬了扬，一头黑线，故作坚强。我余光看向周围，见宾客们好些在戳手机，猜他们正在发视频或聊天，与朋友共享秦百万家的闹剧。莹莹，我妈小声喊我名字，眸中盛满担心，会不会对你不好？没关系，我笑着摇头，假装大度。弟弟妹妹不懂事，我做姐姐的应该多担待，不在意的。我爸转头看了我一眼，欲言又止，似乎想说我当然可以不在意，吃狗屎的又不是我。我咬牙憋笑，低头吸着腮帮子在憋笑。我不同情我爸，三妻四妾，其人之福不是那么好想的。很多年前，我和我妈被扫地出门，如今轮到张红母子了。所谓风水轮流转，不是善恶到头终有报。网络年代，消息像长了翅膀。一顿午饭的时间，秦百万吃狗屎的视频已登上本地热门，发酵出来的第一热门人物是秦雪，第二才是我爸。故意和庆功宴主角撞衫，恶毒女配看多了吧？食物里包狗屎，真不是一般脑洞想得出来的。小姑娘得有多坏，不愧是上位的小三教出来的。有一说一，妹妹确实漂亮，姐姐活该。那么多客人，居然说妹妹搔首弄姿，我要是妹妹，
弄死他！这不秦雪吗？在学校老抢秦莹的东西，只要有男生喜欢秦莹，他都要抢。学习很差，和秦莹不是一个档次。我初中和秦雪同班，亲眼看见他把他姐的书包从4楼丢下去，还带着小太妹围攻他姐，坏透了。百万富翁吃狗屎，求秦百万心理阴影面积，弟弟才是没脑子，可惜了那双犀利的眼睛。他若不说是狗屎，谁知道是狗屎？网上议论纷纷，连着几天，我每天都在接电话，大多是同学们打来的，80%的话题是问我那天宴会的情况。他们说秦雪这下社死了，我尽量不讨论，一是没那么多时间满足他们的八卦欲，二是当今社会，只要脸皮够厚，社死又如何？那天之后，秦雪母子3人还不是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还四处旅游。这个暑假，同学们大部分在忙聚会、旅游，互诉衷肠。我朋友不多，偶尔聚一聚，时间基本留给画画、写生，又或者去公园摆个摊，给路人花肖像。暂时不缺钱，赚的钱都买绘画用品送去孤儿院了，也认识了一些朋友。这个暑假，我爸和张红最终没离婚，我妈这个前妻离异人士，以饱满的热情关注他们的婚姻动向。你爸怎么还没离？听说住小狐狸精那里去了。这段时间，大小狐狸精斗得厉害，比电视剧还精彩。我妈展开说了许久。我问我妈，你怎么知道？当然是那些失宠的给我说的。他们看你得宠，都来扒我。我啧了一声，建议他听八卦可以，别给任何人出主意，免得最后惹一身骚。还有，和我爸保持距离，别因为他耽误了自己。这个暑假，我听说秦雪被一家专科学校录取了，很不巧，和我在一个城市，同专业，大城市，比我老家大很多很多的城市，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，堪比皇宫的夜店，国际尖端的奢侈品，一顺溜的千万级跑车，都是我们老家没有的。我爸那个级别的土豪，在这个城市，估计也就是略高于中产的存在。我们学校真有开着跑车来上学的，我无意攀比，却也在室友熏陶下，取下框架眼镜，换上隐形眼镜，第一次涂口红，第一次穿高跟鞋。有人说读大学堪比整容，其他人如何我不知道，至少我是真变了。有一次，室友们无意间看到我庆功宴上的视频，这些人有没有眼光？明明是姐姐更好看，不能怪他们。有几个人能透过黑框看到亮晶晶的眼睛？那时才高中毕业，一看就是只专注学习的乖乖女。瞧被他妹欺负成啥了？还好，还知道反击，不然我们可不认你这个朋友。至于专业，更是1秒钟都不敢懈怠。小时候，我努力学习，努力画，因为我清楚，我所有想要的一切，无论尊严还是活着的权利，都要靠自己。在这所学校，我最大的感触是，比你有钱的，往往不光比你优秀，还比你努力。当年我在机构学画时，他们多少人请的私教，请的大学教授，或者直接拜的成名画家为师，对画的感悟不可同日而语。我不是天赋型选手，我需要100倍努力来弥补差距。大学4年，我不知道谈恋爱是什么感觉，但我知道凌晨3点的校园多么安静，树影婆娑，月光洒一地。但我知道凌晨5点，校园笼罩在晨曦中，天空一点点变亮，云霞瑰丽，每一秒都是惊心动魄的美。秦雪是从大4开始找我的，那时我正在走保研流程，而他已经毕业，开了个画廊，卖画，也教孩子们画画。他说他悟了，他错了，他所有的飞扬跋扈，拼命针对我，都源于他妈错误的3观。他一直觉得我爸和他妈是真爱，没有爱的那一方才是第三者，我是第三者的孩子。加上他妈每天拿我比，骂他不争气，所以他看我百般不顺眼，希望我能原谅他，原谅这个被原生家庭祸害的无知少女。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如今回头再看，发现最佩服的人还是我。他说在我身上明白了一个道理，认真与坚持才能使人生熠熠生辉。他经常请教我怎么画，有时是微信发照片来，有时会亲自跑一趟，提着他的新作，我只要不忙都会指点1、2。人性的弱点啊，一是我的虚荣心确实得到了满足，好为人师的天性在这时暴露；二是比的童年，不光是他的痛，也是我的痛，我们都曾是母亲欲望的衍生。多少年后，终于触摸到自己。后来那件事发生在研2，那时的我在圈内也算冉冉升起的新星，获过一些不大不小的奖项，在城郊有自己的画室。不上课的时候，我都在画室。我知道秦雪用我的名头做她画廊的活招牌，说她是画家秦莹的亲妹妹，我没有反对。姐，您在哪儿？今天没课吧？我画了一幅画，怎么看都不对劲儿。您若有空，方便帮我看看吗？秦雪现在和我说话，开口闭口都是尊称，我应了下来，叫她到画室找我。半小时后，秦雪一只手提着画，一只手提着装咖啡的袋子，来到我画室。我接过画，边走边看，放在窗前的画架上，这里阳光最好。再顺手接过她递来的咖啡，喝一口。姐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她站在旁边，构图 OK， 色彩也 OK， 审美情趣有，比之前的好很多。我顿了下，可惜意境欠了点。放画廊几千块钱能卖，在网上就
我的话没说完，脑子里一阵眩晕，转头看见秦雪脸上全是狰狞，只能是这杯咖啡。她放了什么？她想做什么？我下意识朝放手机的桌子奔去，我得报警，得打110，可我的头晕得厉害，脚步不稳，路上撞到好几个画家画框，他跟在我后面，悠哉悠哉，时不时发出冷笑，如戏耍老鼠的猫。我紧张极了，眼看要抓住手机，砰的一下，钝痛从后脑勺传来，画框4分5裂，我跌在地上，意识迅速涣散。傻逼！秦雪的声音从上方传来，伴随着她的高跟鞋疯狂在我脸上身上踢着，砰砰砰！老子做了你这么多年的舔狗，终于到头了！你 TM 学什么不好，偏要学画画，害得老子跟着学，真 TM 烦死了！我的意识不断涣散，他的声音从尖削到模糊，痛感也越来越迟钝，直到油画刮刀狠狠插入我的脸颊，再往下拉，痛不可言诉。我听见他狂笑，哈哈哈！你这张脸，老子看着就讨厌，凭什么那么多男人喜欢你？粘稠的液体顺着脸颊脖子，血腥味那样重，生理性眼泪疯狂涌出。他笑得更加张狂，从地上抓起支油画笔，对准我眼睛。我恐惧到无以复加，比起死，我更怕瞎。我哆嗦着，我后悔了，姐，别玩了，有人来了。门口传来好像是秦佑的声音。秦雪哼了一声，砰地摔下我。出门前，他放了一把火，画室沦为火海。黄泉路，曼珠沙花开至荼蘼，孤魂无处可归。1年后，我站在西山陵园的一座墓前，墓碑上刻着我的名字。我把小雏菊放在碑前。秦莹，你有什么打算？问我之人是救我之人。冉强是整容科医生，他有一个外科医生的男朋友严云，与我相识多年，也是我画室对面的邻居。我出事时，他们恰回来。秦佑那一声有人来了，说的就是他们。他们合力把我救出，再放了一具人体骸骨进去。当消防队赶到，扑灭大火，从废墟里抬出来的就是那具骸骨。我在黄泉路上游走1年，看见曼珠沙花盛开如火焰，无边无际，看见地狱空荡荡。阎罗找我，叫我把恶魔送去该去的地方，我应下了。事故后，最先赶到现场的是秦雪，然后是秦佑，最后是我爸和我妈。我妈整个人瘫了，多年来我是她的精神支柱，我没了，她亦没了活着的欲望。我的后事交由我爸处理。我爸在我们当地是响当当的大人物，很多事看关系看人情。到了大城市，当一切按照流程，他怂了，他把事情交代给秦雪和秦佑，没有人质疑我的死因。秦雪姐弟全心全意把我的后事办得轰轰烈烈，学校论坛里有祭祀我的帖子，起高楼，网上无数自媒体都在吹嘘我的话，说我是天才画家，画作水平如何了得。如今年轻就陨落是天妒英才，恰这时有人斥资100万买下我即将参展国际某赛事的画，那只是一幅没画完的手稿，之后但凡我画的，价格一路飙升，完完全全印证了艺术家去世后艺术品才升值的魔咒。而秦雪借着我死的东风，也被自媒体关注了一番。在这个颜值即正义、眼球即流量的年代，她小小的红了一把，居然跻身年轻画家行列。她的画我看过，和你风格很像。冉强说东施效颦罢了，我嗤笑。秦雪什么水平？我给她指导了几年，不会不了解。可你的导师也赞过她的画。冉强言语中带着几分慎意，缓缓道：说青出于蓝。这下轮到我吃惊了，这是高于我的意思。我的导师专业水平超一流，俗称国家队的存在，他的人品绝对信得过，不会胡说。难道秦雪才是真正的天才画家？过去许多年，他都在藏拙。不可能。按照他的性格，他若有本事，早炫耀出天际了。我不懂画，你得亲自去看。冉强说。我点头表示知晓。对了，还有件更棘手的事。冉强顿了下，他现在是顾斐的女友，你要对付他，得先对付顾斐。听说那个男人宠她如命，花了大价钱在捧。顾斐我不认识，没听过。冉强用看外星人的眼神看我，后面每句话的落点都加重音。姓顾 ，A 是4大豪门之一的顾，著名天使投资人，金钻王老五。秦雪能勾搭上顾斐，确实出人意料。一个是矿老板的女儿，小画廊老板；一个是真正的豪门。说句不客气的话，这是直接跨了2个阶层。我在网上查顾斐资料时，看见他的照片，莫名觉得有点眼熟。至于秦雪，当我看见他所谓的成名作，就笑了。那日他在我的画室，不光杀人放火，还顺走了我的画作，一部分用于炒作，另一部分变成他的作品。那些我正在尝试的画法，没有给人看过，亦没有完全成品的，如今正展示在网上。作为天才画家秦雪的作品，受到无数人的追捧。依然这样爱炫，不顾后果吗？名利是把双刃剑，那些借来的才华，一旦用完了，曾经有多少人关注，就有多少人落井下石。大数据推来2条消息：一是顾斐拟投资秦雪弟弟秦佑的公司，评论区2种声音，有人说色令智昏，身为金牌投资人，顾斐的脑子被门夹了吗？也有人说你投资很久了，一直没见头，吊着罢了。二是秦雪新作见面会将在6月底召开，
届时会有很多行业大咖参加。评论区一边倒的女神 YYDS， 偶尔夹杂着几声资本下场，果真了不起，几幅没画完的画而已，请了这么多名家给他抬轿子。我给师姐发信息，师姐，我没死。师姐瞬间把电话打过来，你在哪？为什么不联系我们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出事后，导师伤心了很久。我说我在医院躺了1年，师姐，我想要一张秦雪新作见面会的邀请函。师姐那样敏锐玲珑的人，所以秦雪的画果然是你画的。我笑，被发现了，师姐早被发现了，哪有画家1年了，只拿得出几张半成品的，而且风格明显脱胎于你的风格。我们专门去他画廊看了，水平也就那样。师姐，只有顾斐有毛病似的，没才华硬捧。哎，你老实说，当日你出事是不是和他有关？师姐，你活着的消息导师知道不？你赶紧给他说一声，他老人家一定很开心。你在哪儿？我过来看你。师姐倒豆子似的，噼里啪啦，一句接一句。等他激动完了，我这才请他暂时保密，说过几天在秦雪作品见面会上见。师姐沉默了，怎么了？看群。我忙缩小语音通话界面，还好是个小群，连我在内7人都是信得过的。一群人问师姐，真的吗？秦英真的活着吗？需要我们做什么？无论做啥，保证完成。放心，肯定保密。我悠悠艾特师姐，以前没发现你这么大嘴巴。师姐哈哈大笑，这不憋不住吗？现在帮手多了，咱们搞个大的。秦雪的新作见面会，顾斐果然疼她，最豪华的酒店，最豪华的宴会厅，全国第1梯队的画家，上百家媒体，上百个大 V， 无数个支架，长枪短炮的。我穿着衬衣牛仔裤，戴着鸭舌帽，坐在一众大 V 中，非常低调。群消息闪个不停，那6个人打了鸡血似的，恨不得把各自坐标发出来。我肉眼可见他们一个个东张西望。我到了，我到了，呼叫总部，呼叫总部。小莹到了没？我也到了。蓝 B 区倒数第2排右5，有什么事情交代我吗？很急切的想做点事情。我 X 太刺激了，想想待会儿要撕下秦雪的面具，再想想顾大总裁的绝对便秘脸，想高歌哇喔喔。我看着不断滚动的群消息，扶额能不能装重点？说好的高贵清冷人设呢？快捡回来！这么多媒体，一个个快崩没了。自己人要什么人设？放心，大佬多，没人注意我们。下午3点整，秦雪来了，和顾斐一起来的。他挽着顾斐的胳膊，从他们进门那一刹，镁光灯闪个不停。顾斐穿着灰色西装，戴着金边眼镜，头发朝后梳着，从上到下每一个细节，每一个毛孔都写着成功人士。秦雪穿着银色礼服，低胸露背，长发松松地盘在脑后，钻石项链和耳环 bling bling， 不像画家，更像明星。红毯两侧，有媒体不断问顾总，请问您和秦雪小姐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有结婚的打算吗？网友说，秦小姐的才华撑不起她的名气，全靠您硬捧，您怎么看？是为她嫁入豪门累积资本吗？顾总，秦小姐弟弟的公司，你投资大半年了，到底投还是不投？顾斐忽然驻足，目光扫过全场，秦雪跟着停下，一脸娇羞地看着他，双眸含情，欲语还休。顾斐笑了笑，扶眼镜，接过记者的话筒。第一，没有豪门之说，顾家3代经商而已，是普通老百姓。第二，小雪有没有才华，是不是靠我硬捧？你们待会儿看她的作品不就知道了。第三，任何一场风险投资都不是老板一个人说了算，我们公司有专业团队，正在进行专业评估。今天是秦雪小姐的作品见面会，请大家多关注她的作品，谢谢。不知何故，我总觉得顾斐多看了我2眼，甚至有一瞬间，我和他的目光有短暂的交汇，他的眸中有雷霆万钧，亦有漫天星光。我知道他是谁了，我和他见过。那时我出国交流，在国际航班上，泰国漫长的航程，我闲得无聊，看见坐在斜前方的男子，他正在看书，年轻的脸庞，线条极具美感，碎发搭在眼睑，阳光透过舷窗照进来，给他镀上一层金边，特别是鼻子上那一点最亮。我一时技痒，拿出纸笔，刷刷画了起来。后来当飞机停稳，所有人都在收拾行李，他朝我走来，我紧张极了。画人肖像这种事，事先应得到对方允许，我有错，我那时年轻，没想好好解释，只想逃。于是从画家抽出那张画，走过去，啪地拍在他身上，送给你了，我平时收钱的，语气很傲娇，飞快逃走了。他在后面挨这件事，我后来反思过，处理得太不成熟，太没礼貌，简直人生污点。台上，秦雪已经开始介绍他和我的作品。之所以说他和我的，因为构图是我，线条是我，勾边是我，一部分色彩是我，他只做了剩余的一部分，填色，画在画框里，框在画架上，一共5幅画。摄影师拿着8K 摄影机，秦雪讲哪儿拍哪儿，又是整体又是细节，全部投放在旁边巨幅的8K 液晶显示屏上，可谓纤毫毕现。16K 大的纸，画上的任何瑕疵，一旦投放在巨屏上，
都是灾难。岂止前排大师级画家频频摇头，就连后面我身边专业度相对低一点的大 V 和媒体都在交头接耳。这怎么写？就这水平，尬吹吗？顾斐一世英名，被这女人坑惨了，你们信不信？往后连他的投资眼光，大家都会质疑。这话真不如半成品。当初多惊艳，现在多失望。我抽空了看了一眼旁边主播的手机屏幕，下面刷屏似的，女神塌房了，默哀男神的3秒钟。秦雪站在台上，她比任何人早看到台下反应，她慌了，一个劲儿朝顾斐看去，拼命用眼神向他求救。顾斐不知什么时候已坐到我的导师旁边，他的背脊朝后，舒舒服服地靠在椅子上，双腿交叠着，好整以暇地看着台上表演。我悟了，他知道，他一直都知道，见面会是他要办的。画家和媒体是他请的，8K 摄像机和显示屏是他安排的。他说有没有才华，看作品。他说多关注作品。到第3幅画时，秦雪实在讲不下去了，她困在台上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巨大屏幕上，她额头上的汗水晶莹而饱满。我发信息，7信号。屏幕上，画面陡变，玻璃窗后，女子在画画。看画面是监控拍的，周围人吃了一惊，很快安静下来，猜到有大事要发生。某些原本已关了摄像头的主流媒体重新打开摄像头。过了一会儿，女子离开了几秒，在进入镜头时，她一只手拿着画，身后还跟了另外一个女子。她把画放在架子上，接过身后女子递给的杯子，喝了一口，两人似在交谈。忽然，女子摇头，似乎是吃惊地看着身后女子，随即丢掉杯子，冲向不远处。后面那个女子悠哉悠哉，就在前面的人快抓到桌子上的东西时，她随手抄起一个画框，狠狠砸了下去，现场发出惊呼。屏幕里，女子倒地，那个砸她的人丝毫不肯放过她，高跟鞋疯狂踢着她的身体，踩着她的脸，现场鸦雀无声。所有人都被屏幕上的残暴情形惊呆了。现场剪辑师忽然在屏幕右上角开了个小窗，直播秦雪苍白着一张脸，呆呆立着。当秦雪弯腰捡起油画刮刀，狠狠朝我脸上扎下时，周围再次发出惊呼，有人捂住眼睛，有人大骂禽兽。这样的画面，我其实看过很多次，每一次都满带恨意，唯有这一瞬，情绪如开闸的洪水，我落泪了。我的导师，我的小伙伴纷纷站起来，义愤填膺地指着秦雪，凶手，抓住他，是他杀了秦莹。秦雪慌不择路，保安一拥而上，唯有顾斐，他站起来，大步流星朝我走来。我最初没注意他，我的注意力都在秦雪身上。等我发现他时，他已经一把抱住我，胸膛起伏很是剧烈，咚咚咚咚。我和他不熟，我挣扎着，正要推开他，他说：“阿莹，让我抱会儿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。”忽如其来的感情，也许是我一个人了太久，也许是我也需要一个肩膀，也许是他的感情太过浓烈，我实在不忍，我由得他抱着。屏幕里，秦雪一只手抓着我的头发，一直拿起画笔朝我眼睛戳去。屏幕里，他的动作中断，朝门口看了一眼。屏幕里，他在放火之前卷走了我的画作。警察推门而入，旁边是已经戴上手铐的秦佑。法律不外乎人情，他们在宴会厅门口等了许久，直到这段监控视频放完。后来，秦雪和秦佑以故意杀人未遂入罪。后来，他们在监狱斗殴，一个毁了容，一个瞎了眼睛。再后来，张红疯了，流落街头，饿的时候连狗屎都吃。我妈偶尔会给他买2个包子。再后来，我和顾斐恋爱了，这又是一个很长的故事，一个情不知所起而一往情深的故事。在一个不知道的地方，有人曾惦念着我。我从来没相信过秦雪，年少时她如何带着一群人欺负我，我不曾忘。那些本该热烈的青春因她而冰冷，而秦佑是比秦雪更阴险的存在。小时候他们讨厌我，因为我总是压他们一头。长大后，我爸曾明确说他的财产会分1/3给我。这2个人以及张红不会甘心，我故意把秦雪放在眼皮下，一是了解他的动向，二是趁他想除我的时候将计就计，除掉他。秦佑在这个城市的消息，我提前半个月就知道了。他给秦雪发的信息不巧被我看见，所以秦雪约我看画，我多了个心眼，给严云打了电话，以防万一。严云是我多年好友，当年在孤儿院做义工时认识的，他是外科医生，有自己的实验室，建在城市郊区。我在他实验室附近租了民宅，改成画室，一整面墙的落地窗，从他那边能看见我这边。我请他安了个摄像头，安在他的室内，不容易被人看见的地方。他知道我在狩猎，却不知我的详细计划，更不知我低估了秦雪姐弟的毒辣。所以当画室起火，他第一反应是用实验室内现有的骸骨李代桃浆。再等我醒来，由我决定怎么做。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。至于秦雪拿我的画作冒充是他画的，究竟是临时起意还是蓄谋已久都不重要了。这件事到此，诚然我高估了自己的智慧，差点把自己害死，也算吸取教训，幸好结局还算不差，是上天保佑。